为了更好的陪伴奶奶，辞掉了月薪3万的工作回乡，全网挑战3万元改造乡村的老房子。现在大家看看，左前院种了几棵果树，这房子前几年一直是租给搞养殖业的老板。右边是养鸡棚，再往后一点是2个车库，后面一排大概8间都是养猪棚。哇哦，真是垃圾多到无从下脚。1楼有一个客厅，一个杂物间，一个厨房，一个卫生间，一个客卧，还有数不清的杂物和一些破旧的家居。来，咱上楼看看，这满墙的蜘蛛丝，不知道的得以为是我进了盘丝洞呢。2楼有一个客厅，一个大主卧，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，一样是数不清的垃圾和破旧的家具。3楼也看看吧，若干红的瓷砖和沾满油污灰尘的栏杆，真是令人头疼。这个老式的双头床应该有我年龄2倍的那么老。2间卧室，里面全是宝贝。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大露台啦，面朝阳光和湖泊，周围郁郁葱葱，在这撸个串，简直不要太舒服了。就是这偌大的房子，我该从何下手呢？伙伴们，评论区告诉我。今天的任务：清空1楼，先把老旧的宝贝们搬出去。现在是剪辑时加的20倍速。别问我为什么预算才3万元，因为我炒掉了老板，所以我很穷。和我一起干活的是我的冤种弟弟，没错，是我5花大绑来的免费苦力。接下来是清空房间，整理时啥的咱也不知道啊，通通给火化掉。这些个柜子啥的还是得留着，等以后我给他们改造一下，变个身，既省钱又实用。收拾完房间就收拾杂物间，这里头全是编织袋和骨壳，也不知道养活了多少虫子和老鼠，还有一卷钢丝，保重了，2个人才能扛出去。这是今天最难整的事儿，整坏了也得整，光棍怼。扫出来的一堆垃圾里有很多矿泉水瓶子，千万不能扔，捡起来这就相当于在捡钱了呀，真是开心。这不，预算金额又能多点儿，打扫这个房子去，接着干。来首音乐吧，沉浸式观赏一下我吃。最后把垃圾堆在一起，一把火点了它。这里火势太大了，有点吓人，我先溜了，拜拜。黑色的柜子看它不顺眼很久了，之后彻底给它改个风格，换成这个开心呢。这卧室风景最好，可以看到绿月和湖泊。双头床也得留着，拆开给扫扫灰，日后给它打磨一下，换个颜色，又是一条好汉。这厕所有啥特殊癖好？喜欢在厕所里啃面。我最爱的大露台也得打扫好，不在这儿撸10顿烤串都对不起我这劳动力。原本以为厨房已经够糟心了，你看这卫生间，哦，我的天，这么艰巨的任务还是交给我的冤种弟弟吧。小伙努力干，今晚给你加鸡腿哦。发霉的大被褥这个时候就派上了用场，用它们装垃圾简直不要太省事了，一把就能带走。房内的垃圾清出来就有这么多，今天累坏了，拜拜。今日任务：清理盘丝洞。老规矩，开局先上装备。拿出奶奶编制的82年芦苇扫帚，简单加工一下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就是这个道理吧。再有神秘道具潜水面镜的加入，今天这盘丝洞10拿9稳，浅试一把。开工！今天听取粉丝们的建议，从上往下打扫，里里外外都不能放过。这82年的老前辈很有个性，总想大功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缝缝补补又结实了许多呢，给我接着干！冤种弟弟在收拾楼梯间的木屑堆。姐，你看，再来看，蛋。这里面还会有鸡蛋呢，这蛋不能吃了吧？好轻呐！你看它还有，没啥用。不行，手举不起来了，干点别的，帮老弟搬木屑去。接下来的盘丝洞任务就交给他吧。
弄完了，你们来验收工作吧。还记得排自动原来的样子吗？这是张公赫赫的芦苇兄弟。论检查，他告诉我，用水得重新接水泵、水桶、水管、水龙头、进水、排水。我们家的井，它从那儿把水抽到这儿，然后从这儿把水再抽到那儿。用电得全部垃圾，估算2.6万，连垃圾运输也要个小货车司机为我运输垃圾。我真的是太棒了！垃圾没了，小院瞬间清爽。就是这几棵大树，不知是听到了大地的呼唤，还是埋怨我打扰了它的清静，洋洋洒洒的落了一地的叶子，害我扫了一遍又一遍。今天先这样，我要去学习。这院子可是我的宝藏，我可太想拥有像院外的几棵大树，把小花园遮挡严重，柚子树都长不大。第一步，先把它们干掉。像光头强这种工作，咱必须上手体验一下。一般人也没这机会啊，但不得不承认，我这力量真的是撂不倒他们一整片。你看这长得多重，锯下来的木头留着晾晾干，可以当柴火烧，也可以挑选出一些做装饰啥的。就是这光头强的活又重又费力，但咱也没想到冤种老弟能凭空绑来个免费苦劳力。来吧，展示一下你的力量。别看这身板小小，干起活来可比我和小老弟都强上许多。一趟趟的搬运大树枝，我也真的是没力了。从白天直接干到天黑，一股过去把它端掉。第二个没有帮手，纯靠自己。您正在收看的是50倍的快速播放，其实腰板手臂没有一处不在算账。清理一下战场，铁打的臣子正在场上徒手搬运木桩，这点不够，再给我添上。就在这时，老弟小手一滑，可怜的老姐曾说过要卖矿泉水瓶子补贴装修经费，当然水瓶子远远不够，还有这报废的热水器、油烟机，通通不能放过。就是喊了2个师傅上门，都不愿意收，理由是非要我自己拆下来送回去才愿意收。这能怪谁呢？毕竟是金主爸爸，不敢不从。但是这真的太重了，敲敲打打半个小时也不见动。铁打的绳子正在搬着油烟机，流水的帮手姑父就来了。我们用了半天，还是都是厉害。男人的魅力就在此刻绽放。懒懒荡荡的一程，不出片刻，我就拥有了180元的意外收获。此刻，水电师傅闪亮登场。就是有没有人能帮我听听他说了啥？没懂我的事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出过来，实在听不懂。前的狮子的。搬砌花篮这事儿只有老弟能干得漂亮，咱也不能闲着，另一边的花篮也得种上果树。这沙土底下全是水泥硬化，罢了，咱去捡些大石头，留着院内砌花墙。住在湖边就是爽，随处可见的宝藏就是30度的高温，把闺蜜累得够呛。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春日的好风光。